Hello， 大家，杀死你的旅程第4集。上一集啊，小田岛他带着片冈去给他的昔日好兄弟朝日给扫墓，也不知道小田岛到底与兄弟的死和解了没。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和片冈的关系已经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了。片冈也用他一派故作轻松的口吻向小田岛求婚了。只不过这一集貌似大的冲突要发生了，他们可能要回去面对那个老大的嫡生子了。我们就赶快来看看事情会如何发展吧。哎呦，他们的人居然知道他们在这里。这会不会太大胆了？光天化日之下。而且还没一刀毙命，你刺向他的腰部是要干嘛？小田岛现在发现片冈出事，下意识的反应是为他担心了吼，不再是恨他了。可愛いね。いくつ？あ、待って、俺当てっから。真不愧是你呀、在那边打点滴还能调情。セクハラはやめてください、兄貴。ですね。本妻はうるせえな。本妻ってのやめてください。这是谁？哎，片冈都知道那是谁的电话吧？逃げた男、管轄の警察に探りを入れましたが、どうも鈍くて。そうか。这还需要查吗？哎呦，你现在居然会用这么温柔的眼神看他了。你现在有什么计划？さあ、知らねえな。そうですか。居然吗？あいつを狙ってるやつはお前以外にもいるってことだ。先越されないように気をつけんだな。他应该不会再说谎，他没必要对小田岛说这种话。早くしねえと誰かにやられるぞ。一定要有小田岛来杀掉他吗？哎呦， 7年前の敵取りたいんだろ。好烦哦。片冈是心甘情愿让他杀了吧？楽になれるぞ。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可能还睡着？可是小田岛，你要确定，下不了手。他的脖子真的有红哦。キスしないの？哦，片冈这样子一句话就化解了他们的尴尬吼。他把小田岛刚刚杀人的行为当做他们只是在玩 SM。熱い視線も感じたな。気のせいです。いや、愛の視線だったね。俺は人を愛したりしません。哎呦，你别说，其实片冈眼中闪过了一丝难过，但现在又有点担忧。哎呦，还是要把这个拍出来哦。哦，你还没死，那你自杀好不好？不要再让你的弟弟手上再背一条人命了。算了啦，这种悲剧不要再强求这些人了，而且这事情都已经发生这么多年了。可是你看，你这样子让你弟杀死你，他这么多年走不出来，你毁了他的人生。哇，这次他一改平日那种总是嬉皮笑脸的眼神，他想要认真的安慰你。親父、死に際に言ってたよ。片岡はどこだってな。他死了吗？俺が目の前にいるのにな。お前は俺が組から通用されてもついてくるか。組の後目はあなたです。4代目。他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哎，所以那个3代目老大的死就这么草率的带过。好哦，可能确实也不是重点啦。你干嘛又要给他钱？スーツだ。クローンダブル。お前の分もな。好哦，这样子小天岛就知道了。親父が言ったよ。你干嘛这样盯他啦？行けば死にます。じゃあやっとくか。最後に一発。他还是这么的
嬉皮笑脸。本妻は大事にしねえとな。片冈其实很开心，因为小田岛开始担心他了。外出許可降りてるんですか？ああ、ここにいると嫁が焼きもちで大変なんだよ。悪いな。誰か先生呼んできて。不是你们不解释一下吗？亲人过世要去参加葬礼啊！你们这样让护士难做人。好吧，算了。就算知道去了，可能就回不了头，他们还是选择去面对自己的命运哈。痛尽青山哦。这么说起来，小田岛把老大的嫡生子的电话备忘录就直接取叫筒井，所以他们家族人他只有他的电话哦，他们不直接隶属于老大。ここだけの話。跡目はどうなるんだ。息子がいるだろ幹部やってるけどよ隠し子がいるって噂じゃねえか。兄貴兄貴兄貴吼，一口一个大哥。姉さん。来たかい。这位是あんた、金次が来たよ。哦，好哦，居然是老大的老婆。惚れ惚れするいい顔だ。哇，口紅ありますか？貸してください。哈？这个行为我有点看不太懂。てめえ何やってんだこんな野郎。あんた、惚れられたもんだね。色男には似合いじゃないか。我没看懂哎，真的没看懂哎，大家要疯了是不是？ありがとうよ。老大生前很风流嘛，毕竟都有私生子了，而且他自己可能也不是第一任老婆了，那么年轻，他一定做这个大姐头非常的不痛快，可能片冈的这个吻也让他解脱了一些吧。兄貴兄貴片子の兄貴つか兄貴潜るんだったら俺連れてってくださいよ。なんで小田島なんすか。あんな陰気で面白くねえやつ。後ろにいんぞ。でこいつ俺の嫁になったから。嫁？姉さん。ダメだ言えね两个在演漫才吗？よ俺から全て奪いに来たのか。もうお前が親父か。当てつけか。なんだどうした。どちらさんも今へどうぞ。是不是要宣布遗嘱了？在这边叫嚣什么的都没有用，这个才是重点。ここにあの人の最後の言葉が書いてある。啊，我还以为这一集会宣布哎。刺激的一集呀、但是呢，片冈的行为我实在是不是很理解，可能一般人都无法进入他的逻辑吧。他给死掉的组长的那个吻代表的究竟是什么？又或者应该往前问，片冈对于这位组长他是有什么样的心情？毕竟是他的亲生爸爸，但是给了他私生子的这个身份，可能让他活得很憋屈吧。这个吻难道是为了要在死后稍微羞辱他，所以其他的组员黑道成员才会很激动？然后那个大姐头一副大仇得报一样，在那边仰天大笑。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此花心的组长，大概让他这个正宫老婆很辛苦吧。片冈这么做也算是让他解脱了一点，这可能就是这一集的主题吧。这一集的关键字就是正宫。片冈说小田岛是他的正宫，而不是直接说她是他的老婆，就代表他其实也知道自己一定会出轨。明明自己因为私生子的这个身份而遭受了不少的非议，虽然我们可能还没看到，但是这方面其实大概猜得出来，还因此被嫡生子给追杀。虽然他演得漫不经心的样子，但是其实这些心情是完全可以猜想得到的。然而即便如此，他还是依旧复制着他上一辈爸爸的那个行为作风，继续做个风流的男子。即便他认了小田岛是他的正宫，这点也还是不会改变。所以可以想象之后，无论是嫡生子还是片冈继承的那个4代目老大，将来等到他死了，未来的5代目之争也还是会继续复制着他们的故事。
不过如果是片冈，可能事情会有点不一样，毕竟他这一次娶的老婆是个男的，而且他对女人、对小孩是有额外的同理心的，所以如果是片冈，也许真的可以发生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吧。我这会不会有点猜得太远了？无论如何，故事还没有结束，三代目族长的遗言究竟如何，我们还有待揭晓。那这集就看到这边，下次见，拜拜。